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美国年轻人痴迷中国应用。华尔街日报 TikTok 在华盛顿引发的担忧正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中国应用是如何融入美国年轻人的生活的，以及是什么使这些应用如此大受欢迎。3月份，美国最热门的5个应用中有4个是在中国开发的。算法常被认为是这些应用成功的秘诀，而一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方面是，中国企业在本土的用户争夺战非常残酷，这种历练让中国公司比西方竞争对手更有优势。正如几十年前，中国崛起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军者，中国科技企业也利用成本不高的人才储备，不断优化产品功能。这种不断追求更高品质的精神，在中国科技行业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绣花。美国边境附近的墨西哥移民中心至少有39人在火灾中丧生。加拿大环球邮报，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移民拘留设施的宿舍发生火灾后，30多名移民丧生，这被认为是该国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移民锁定事件之一。该设施位于华雷斯城，这是进入美国的主要过境点。由于过度拥挤和当局对移民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最近与移民的紧张关系加剧。3月，30多个移民庇护所和其他倡导组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抱怨该市将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定为刑事犯罪。国家移民局表示，他强烈拒绝导致这场悲剧的行动。墨西哥的设施发生了抗议和骚乱，最近一次是在10月，当时主要是委内瑞拉移民在蒂华纳的一个移民中心内骚乱。11月，数十名移民在墨西哥最大的塔帕丘拉拘留中心骚乱。拜登将在未来几个月接见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路透社，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汤马斯·尼德斯称，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接待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说日期尚未确定。虽然白宫没有发表评论，但奈德斯告诉以色列电台，他预计这次访问将在4月13日逾越节结束后进行。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白宫可能要到春假过后才会把重点放在访问上，而且1到2个月不太可能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会议期间将讨论什么，但预计美国和以色列将讨论最近与伊朗达成的核协定、伊朗在该地区的行动，以及最近停止对以色列司法改革的诉讼。内塔尼亚胡推迟就司法改革做出决定，导致了以色列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抗议活动。这一延迟标志着该国总检察长的胜利，他表达了对这些提案威胁司法系统的担忧，而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政治家则认为，这些变化对于解决司法部门的腐败是必要的。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奥巴马政府被视为与内塔尼亚胡相距甚远，并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有所改善。特朗普总统指出，关系是他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之一。然而，拜登不太可能复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密切关系。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政府有着冷淡的个人关系。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拜登可能会试图与以色列保持距离，以支援对中东采取更微妙的做法。怀俄明州堕胎火灾案中的妇女重返法庭。多伦多星报，22岁的 Lorna Roxanne Green 因涉嫌纵火焚烧怀俄明州的 Wellspring Health Access 诊所而被捕，并被指控纵火。到目前为止，格林的 Instagram 账户没有显示出反对堕胎的迹象，这可能激发了犯罪。公开记录显示，他是一名对科学和数学感兴趣的荣誉学生。该诊所计划于去年夏天开业，是该州唯一的此类设施，除了堕胎服务外，还提供妇女保健、计划生育和性别确认医疗保健。他已经经历了火灾的修复，最终定于下个月开放，但在州长马克·戈登允许一项广泛的新堕胎禁令在没有他签名的情况下于周日生效后，这些计划受到质疑。案件变得越来越冷淡，直到1万美元的匿名捐款将案件的奖励从5000美元增加到15000美元。几名告密者挺身而出，据称指认格林是肇事者。格林告诉美国酒精、烟草、枪支和爆炸物局特工马修·赖特，诊所给他带来了焦虑和噩梦，所以他决定烧掉它。赖特说，
格林告诉他从拉勒米开车闯入诊所，他把汽油倒在地板上并点燃。如果罪名成立，格林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欧文斯周三在听证会后暂停了怀俄明州为期2周的堕胎禁令至少2周。堕胎权利支援者表示，这伤害了孕妇及其医生，并违反了州宪法。与此同时，该州首次禁止堕胎药仍将于7月生效，但也面临法庭挑战。2023年商业与民主论坛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将举办为期半天的论坛，作为2023年民主峰会的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承诺加强民主，该论坛旨在确定正在付诸行动的战略和最佳实践。高级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民间社会领袖将发表演讲，讨论企业对民主复原力的影响。论坛的演讲者将讨论可以打击威权主义、保护公民空间、打击腐败、保护劳工权利和促进人权的商业实践。该论坛还将回应美国国务院2月3日呼吁私营部门领导人促进民主的呼吁。该论坛是正式的峰会活动，在主要峰会的一侧举行。公司只能通过邀请参加，并将包括将进行直播的市场区隔。CSIS 的努力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赠款支援。1年1度的峰会鼓励世界各地民主国家领导人参与，以应对民主挑战并分享最佳实践。奈什维尔历史学校枪击案6人被前学生杀害。英国独立报，一名射手在田纳西州奈什维尔的一所基督教小学开火后，有6人丧生。田纳西州内什维尔的枪支法允许21岁及以上的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公开或隐藏枪支。18岁及以上的美国军人也可以携带枪支。新的立法机构允许所有18岁以上的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带手枪。立法者考虑的另一项法案将允许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在校园内携带枪支，而另一项法案将允许任何合法允许在该州携带枪支的成年人在公园或学校物业和其他公共场所携带枪支。自1999年以来，田纳西州的学校发生了11起枪击事件。田纳西州每年约有1385人死于枪支，这一数字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 52%， 而同期全国枪支死亡人数飙升了 39%。 他们的故事被奴隶制所淹没，现在 DNA 正在写他们。多伦多星报，科学家们正在利用 DNA 研究的进展来揭示埋葬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盖拉德中心及其周围的被遗忘奴隶的故事。安森街非洲墓地专案的建立是为了在10年前扩建该中心时发现36人之后了解更多资讯。该中心被认为是非洲血统，主要是奴隶。人类学家研究了骨骼、牙齿和 DNA， 发现奴隶大多是男性，出生在查尔斯顿或附近的奴隶制家庭，并与西非海岸的不同地方有联系。除了潜在的母子对外，他们都没有关系。在进行基因研究后发现是虚假的细节，包括波多黎各的土著人民在欧洲殖民统治下迅速被杀死，而纽约的非洲墓地揭示了18世纪关于非洲人及其后裔的以前未知的资讯。研究人员意识到，在使用弱势群体的 DNA 时，隐私和潜在的缺乏同意将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与那些不再能够给予或拒绝同意的人打交道时必须小心。人类已经能够对古代遗骸的 DNA 进行测序已有一段时间了，但研究人员表示，当涉及到弱势群体时必须谨慎行事。这项工作可以对生活社区产生影响，他们应该成为对话的一部分。埋葬在盖拉德中心的36名被遗忘的奴隶将很快在纪念碑上被记住。盖拉德中心已经用青铜铸造了当前居民的手来环绕喷泉，底座将由查尔斯顿其他非洲墓地的土壤制成。拜登新政对加拿大的危险。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总统拜登遏制北京的计划可能涉及对自二战结束以来几十年来支撑西方繁荣的自由贸易制度的重大重新评估。拜登的朋友支援项目呼吁民主国家将技术和绿色经济中的关键部件的资源和制造，例如半导体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中使用的矿物，遣返北美。这是希望保持其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的好主意，但加拿大有理由保持谨慎。该提案很容易演变成保护主义甚至自由贸易攻击，
这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做法相呼应。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犯了一个明显的失态，错误地为中国而不是加拿大鼓掌，承认后者在西半球移民危机中的努力。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六读世界3w.6d.world。